好，大家好，我是 Dustin。OK， 好，那我们今天来进行到是这个 Thursdays with Dustin 的第11集。好，那我们的第11集今天的主讲题目回到我们的这个 RC 阅读测验的题型。好，我们今天要主讲的是关于主旨题或者是态度题或者是作用题。好，你要怎么样在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就能够预知到说哪里会考主旨，哪里会是态度题或作用题的重点这样子。好，所以它叫定位的诀窍。OK， 好，那你一定会想说，到底 Dustin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去预知呢？为什么要今天去看文章的时候去想说哪里会考出来呢？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是文章的资讯很多，如果你每一个资讯都慢条斯理的看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耗到太多的时间在第一遍阅读之上。OK， 因为你时间要留下来嘛，留下来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你的时间要留下来是后面在做题目的时候回来定位。然后第二个是你的时间要留下来是你可能别的题目，比如说 CR， 比如说 SC， 你可能今天会花更多的时间，耗掉一些额外的时间。那很多考生，应该说大部分的这个华人考生，就是到最后都是会做到，就是怎么讲？到最后都是会做到说没有时间，不够时间的，因为我们的阅读能力本来就没有到那么强。OK， 好，所以我们的合理的调控时间，在每一滴就是每一个小细节上面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做，或者整个考试的 pace 调控是会有一个好的作用，这样子。好，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要知道哪些细节是不重要的，要快一点看的，哪些细节是重要的，好，要慢慢的看的这样子。OK， 那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是考你细节题、合则为真题跟推论题，对不对？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态度、作用跟主旨题这样子。OK， 好，所以你不知道文章里面哪些细节该慢或该快，到时间来告诉你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对不对？好，你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讲的并不是 Dustin 自己的意向，好，它其实是从我在过去整理基金，以及我在过去就是去做大量的这个 RC 的文章，好，包括OG、Prep、OV、GWD， OK， 好，大概累积下来，官方文章大概会有400-500篇左右，好，各界的 OG、OV 都有做到，好，然后包括就是基金的文章大概3000篇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跟趋势，让你看 GMAT 喜欢在哪里出题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好，到底有哪些地方文章里有哪些的特殊的语气或是特殊的这个表达方式是 GMAT 会喜欢考你主旨、作用或态度题的呢？主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5点。好，我们跟大家很快的带过一次。第一个叫做核心表态句，也就是某一个立场，好，它的这个结论或者某个立场的这个核心句，就是说它那个立场里面，他可能讲了好几句话，然后呢，重点归纳那个立场的这个主要结论。好，第二个是整篇文章里面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OK， 好，作者第一次跑出来表态的地方。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就是文章里面可能有举例或者是举实验，包括实验调查都算是这种实验的一部分，或者是举出实际的证据去支持或者佐证，或者是去反驳某些论点，也就是不管是 evidence 或者 counter evidence 都属于这一类。OK， 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今天文章里面如果有让步的句型的时候，尽管怎么样，或者是诚然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句型的时候 ，OK， 它会是一个考作用题或态度题的重点。第5个是什么？第5个是文章的最后的延伸段。我们在这个之前的集数里面，我们讲这个我们讲特殊态度，或者是我们讲那个文尾的延伸段的时候讲到说，有一种延伸段叫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文末前后呼应，文末作者收结论跟文章的前段呼应，这个地方也很有可能会考你作者的主旨题这样子。好，我们来一个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花15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解这些部分。OK， 好，首先第一个。好，核心表态句，核心表态句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在一个论点里面 ，OK， 一个论点里面，他今天去归纳结论的那一句话，这一句话本身就会拿出来去考你态度题跟作用题。OK， 好，我们上次讲过这句话会考你合则为真，对不对？但实际上这句话不只会考你合则为真题或推论题，它也会考你这一个作者这一个人不仅是作者 ，OK， 这一个人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要问你的想法，他会问你说，今天请问这个人他最有可能会推出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他今天这个人最有可能他会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态度题 ，OK 好，或者是作用题这样子 ，OK 好，来各位，像你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这边他就是说，有些的这些观察家，好，有些这些观察者，他们把什么？他们把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就是临时雇员，好，就是我们台湾讲派遣劳工，好的这个就是大量的成长。归咎于什么？归咎于某些族群，好，就是大量的加入了职场这样子。那可能这篇文章里面，可能前面他有拉了一堆证据，然后最后推出这个结论，或者是他这个先讲这个结论之后，后面还要补了一些就是这个结论背后的论述。但你会发现，重点在于他的立场，不管他是前面放资讯，后面放资讯，但基本上怎么样的这一句话，就是他最后想要推出的结论，这样子，这叫做 core indicative。OK， 好，那只要我们发现文章里面某一个区块的立场推出结论的时候，好，或者是重点表态的时候，对不对？这一句话我们的速度就要慢下来。好，边慢的时候边想说，等一下如果考我关于这个人怎么想的话，好，或者是这句话的作用的话，我要怎么回答？好，所以其实你就知道，到底今天讲这堂课，对不对？你不是只是听过去就好，你回去要做什么事情？你回去要做的事情是，好，以后看到任何的文章，只要你看到第一个，你只要在读文章看到核心表态句，你就要干嘛？你就要慢 ，OK？ 好，你的训练方式是这样：第一个，看到核心表态句你要慢，辨别出来之后你要慢；第二个，慢的时候去心里面想会考什么题型 ，OK？好，比如说像这边你就发现说，慢的时候你就要边想说，它可能会考你作用题，可能会考你态度题。好，然后呢，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是先去预想答案。OK， 就是去预想，在没有看到题目的时候，先想说，如果他真的考我这个题目的话，我会怎么去回答 ？OK 哦，好，用自己的话回答这样子，就等于说你好像在面试之前，先想面试官问你什么问题这样子。OK， 好，然后第四步就是什么？第四步就是如果后面真的有考出来的话，去对照。好，去对照你的这个预想跟正确答案的这个叙述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你就慢慢的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了。就是说，好，到底是是他想要的答案跟我讲答案有什么样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没有把这个真正的这个反对态度抓到，或者是我刚刚在看文章的时候，我常常会把否定的态度看得太全面，看得太极端，其实文章可能只有修正，但我却以为它是反对这样子。所以你透过对照，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自己在阅读上的盲点。比如说你可能会抓小失大，你可能会抓到细节而不是重点。比如说你可能会抓错态度，或是把态度推到极端。好，所以最后这步对照非常重要。OK， 好，前面这边是在训练你，第一个训练你文章的配速，就是说看文章的时候，你知道哪里该慢。好，像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要训练自己看到我们上这个公开课里面讲到了某一些特殊语气，你要先强迫自己把它慢下来，好好的读。第二步是在训练你主动思考，训练你说没有遇到面试官，还没有遇到题目，你也能够自己先预想。OK， 先想过他会考什么东西。第三步是在训练你什么主动出击，就是说你能够边预想对方会问什么，边预想怎么回答。OK， 而不是今天是被动的被选项牵着走。OK， 第四步是在干嘛？纠正你的盲点，是要知道说原来我的想法跟正确答案所需要的差在哪里，那我下一次要怎么做？好，所以各位要记得这4个步骤哦。第一个，看到就是我们上公开课讲到说速度要变慢。第二个，先预想他会考什么。第三个，先预想怎么回答。第四个是什么？去把自己的回答跟真的考出来之后的正确答案做对照，去发现自己的盲点，这样子。像这边就是什么？回去的时候你就知道 ，OK， 你看某一篇文章，比如这是一篇你回去遇到的另外一篇文章，看到这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 Dustin 公开课讲过的这个核心表态句，好，速度慢一下，看完之后问自己一件事情，等一下如果考你的是这个人想的是什么，那我要怎么回答？大概就是这个人认为是某些族群某些族群进入职场导致临时雇员的上升，他认为是有这样的因果关系，这样子。好，有了这句回答之后呢，我会建议通常把这句回答写下来，或者是可以拿个录音机在旁边录音 ，OK。然后接下来真的等一下第4步真的考到了之后去对照一下，他的正确答案怎么写的？他说 ，The number of workers taking temporary position to increase as more workers in any given demographic group enter the workforce。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写的时候，他是刻意的怎么样把因果关系拿掉了，他只剩下关联性了，对不对？好，那你就知道以后我看到文章里面就算有因果关系，好，我也不一定是要选出有因果关系的这个就是选项，好，相关性、关联性，好，正相关、负相关，它也是算是一种
好关联 ，OK 不一定是一定要是因果关系，只要你有点出这两个东西是有相关性，就逻辑上就有通这样子。好，那你就知道 OK， 以后我看到文章里面是因果的时候，我回去下去选项看的时候，不一定只是要抓到因果，我可能只要看到有强相关性，它的逻辑也是通的，所以下一次你做其他题目的时候，你就会更理解这样子。OK， 好，来，那我们看所以第一种好就是任何地方有核心表态句的时候，好就要小心 ，OK， 就要小心说它可能会考作用题或态度题，就是你读了一个立场之后，你都要去想这个立场里面哪一句话才是重点的结论，这样子 ，OK， 好，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整篇文章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会考你什么？会考你主旨题 ，OK， 也就是说，就是作者第一次出现出来表态，他出来为整个故事定性的地方，好，他出来就是为他自己的态度，好，先初步的表达立场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整篇文章主旨题的核心句了，这样子 ，OK， 好，来，像比如这篇文章，我把它截录了，就是一小段，好，我们现在看这篇文章，你肯定过去看过，在 OG 里面一定有看过，好，这个地方叫什么？他一开始先说，过去很多科学家认为有2种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是控制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循环的规律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怎么控制，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什么？属于学者的想法。而这篇文章它基本上有2段，好，那第2段一开始的时候就突然冒出一个什么，说，然而我们最近就是作者说，然而最近发现其实不只是你们前面讲这2种，其实还有其他4种也会控制这样子，那你就发现这个地方不再是过去的学者所讲的，这边又没有出现其他的学者，所以这边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作者的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想法 ，OK？ 所以当今天作者的态度、想法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速度变慢，边变慢边想。等一下，如果这边考我主旨题的话，或者是作者同意下列何者的话，我会怎么去回答？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先预想，可能今天等一下考我们主旨题的话，就会是作者去补充学者的什么？这个就是过去旧的观点 ，OK， 好，或者去修正学者的旧观点，好。等下考我们作者怎么想的话，那作者什么？作者认为今天其实还有其他种物质会影响生理的规律。好，那等下真的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真的考到态度题之后，你们发现这边写什么？作者会同意下列关于 SCN 的何者 ？OK， 他真的考你的是作者会认同何者，对不对？我们就来对照因为我们刚刚说作者认为 SCN 也会参与，结果发现这个选项的确他有讲到 SCN 会参与到其他作者认为有其他东西会参与结果你发现他这边怎么写的？他说SCN 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不是完全的角色，所以你发现他的这个逻辑是对的，可是他的叙述的角度好像换过来，对不对？就是你原本的这边读完之后的预想是什么？读完之后的预想是认为其他的重要 ，OK， 其他的也很重要 ，OK， 结果他这边是换过来讲旧的，说旧的东西不是完全的绝对 ，OK， 那你就知道原来今天剧院媒体在设计正确选项，它的模式是什么？它不一定会按着文章里面的这个叙述角度来讲，比如说今天文章里面说好新的也很重要，他就会说旧的没有完全的主导 ，OK 他就是故意这样换过来讲，就是好像说我们说A 比 B 更热，结果可能选项会写的是 B 比 A 更不热，或是 B 比 A 更冷一样，那你就知道 OK， 以后我怎么样呢？看到今天就是这种就是选项的时候，你要特别去小心，它是不是今天是什么？它是反面过来推的叙述这样子 ，OK， 而不是说只是看到今天文章里面他讲 not just the SCM， 结果这边写 SCM played a critical role， 那就会以为是不对的，把它划掉这样子 ，OK， 好，所以就是慢慢的知道说原来第4步的对照是可以让我们今天能够发现选项喜欢怎么样改写，怎么样隐藏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在讲的是，当文章里面出现作者第一个表态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速度要放慢，边放慢边想。等一下如果考我主旨题，或者考我这个地方作者的主要态度是什么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用一句话回答他？不要等到看到题目之后再想，
如果看到题目在想，你就会被选项拉着跑，你也无法知道自己原本思考的盲点在哪里，而是在看到题目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会考什么题目跟你的预想回答写在旁边，或者是用录音机录下来，等到看到题目之后，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以及就算你有盲点，你也可以透过对照的方式很快的抓到改进。好，如果你不写下来不记录下来的话，你看到选项你就只会觉得那就是这样子，你就不会发现自己原本想的哪里有错。 OK， 好，所以请记得这个对照的功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好，不要只是单纯的刷题对你来说不会去改变你原本的思考模式，它只会让你觉得一时爽。好，所以有俗话说刷题一时爽，全家火葬场，对不对？ OK， 要干嘛？要就是深度检讨，才能够深度检讨一时爽，越深度一直爽，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就是第三种是，就是当文章里面出现有举例，好像比如说这样的举例有没有，或者是去举实验，或者是去举证据的时候，这个是就是或者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是一个调查，会去举一个实调，会去举一个 survey， 好，会去举一个 observation。OK， 或者会去举一个 finding， 就是拿事实的证据好来去说明或者去支持或反对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会考你什么？这时候会考你的是作用题。OK， 而且几乎80%-90%都只会考你作用题。这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就是我在整理基金的时候，我第一个发现，奇怪，怎么GM媒体的文章每一次文章里面只要举例、举实验、举证据，后面几乎整理出来回报的题目都是考你作用题。OK。后来想想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各位应该有听过心智图嘛，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逻辑思维导图嘛，对不对？好，你都知道GM媒体的文章架构是非常的精密的，对不对？好，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是松散的，是这个非常的缜密的。我们如果把大部分的文章架构用心智图画出来，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文章都会有一个主题。好，要讨论的议题，这个主题后面会开展出什么？开展出各式各样的立场 ，OK， 各式各样的 argument，OK，然后呢，这个 argument 后面就会更加的开展出什么？开展出各式各样针对 argument 的评论，我们叫 evaluation，OK，比如说，可能这篇文章会有2个不同的态度针对这个 argument， 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好，比如说第2个 argument 可能又有什么？可能又有它的这个好评论这样子。好，那最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说，好。但最尾巴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说，可能今天 topic 后面会有几句话是连在 topic 里面去叙述这个 topic 的细节。好，可能 argument 1里面它后面也会有 premise 去叙述怎么样推导出这个 argument 1，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一些实验，好，或者是一些例子 ，OK， 好，去佐证或者是怎么样去说明这个 argument 1是怎么被导出来的。同样的。像这种主要立场的 evaluation， 好，就是主要实名反对、实名支持，它后面也是会有一些实验，好，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例子，或者是一些这个证据，对不对 ？OK， 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当文章里面出现什么？出现例子或出现证据或出现实验的时候，他们往往怎么样呢？他们往往都是就是被放在最末一端的。你就把它想象成这个东西叫做树的这个树根，树根上面长出了几个大树干 ，OK， 或者是说大树干旁边长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大树枝，大树枝再连到小树枝，然后最后这些 evaluation 跟experiment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就是 example。它是什么？它是最后的那个树叶。OK， 好，那今天你要想题目出题者他考试的时候他的思维是什么？出题者不会作死自己，出题者一定要让自己好出题。所以今天如果要考你细节题，如果要考你逻辑题，这种时候对不对？他去比如说他问你关于 argument 1你要怎么去削弱，好，或者是关于 argument 1何者为真，这个时候他能用到的资讯就会是多大一段，他能够去设计选项能够用到的资讯就会是这么大一段，对不对 ？OK， 好，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是每个人的评论，或者是这些后面的这些证据或什么东西，都会跟 argument 1是有直接关联的，对不对 ？OK， 好，来，那如果今天比如说他今天考你说，好，关于这个例子何者正确，你会发现他很难考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例子只跟 argument 1有关联，但是后面对不对？这个例子的下面没有再更细节的叙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跟这个例子或实验或者是 fact
有关联的资讯实在是太少了，它很难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设计5道不同的选项来混淆你，来检验你这样子。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举例、举实验、举调查、举证据，都会考作用题。为什么？因为很少有文章里的资讯是跟它有关联的，它已经是什么？它已经是整个逻辑导图里面的这个最末端了，这样子。OK， 好，所以通常会考你的是这个资讯跟前面的什么资讯好的是有关的，它不会去考你细节内容，它会考你的是作用题这样子。OK， 好，所以你就想嘛，你从出题者的角度来想，你要设计题目，你肯定是什么？你肯定是今天是找好，就是你要设计细节题的话，你肯定是找跟这个资讯关联的细节多的，对不对？好像这种实验调查或举例跟他们关联的资讯实在太少了，所以他要设计细节题还没什么办法设计。OK， 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你看这个题目一样，好，你看哦。这个题目对不对？它这边是什么 ？It categorizes workers based on the company's final product rather than on the actual work the employees perform. Thus, the many service workers employed by manufacturers, bookkeepers, or janitors, for example, who fall under the industrial rather than the service category. 好，他说今天好这种方式，他这篇文章应该讲的是一个就是分类人这个经济的种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取决于最后的生产的结果，最后产出来的这个产品的类型，而不是取决于中间的员工实际上做什么。因此，可能今天厂商、制造商里面，他可能这个工厂是在生产实体的东西的，好，他生产钢铁，生产什么，可能或者是这个，譬如说生产什么什么东西 ，OK， 好，就是实体的这个物品的。今天中间可能有一些服务的人员 ，OK， 好，那这些人员呢就会被视为是什么工业，而不是视为是服务业。他虽然人在服务业的虽然人在工业的公司，可他本身实际的作为是做服务业的服务，他就不会被视为是什么服务业，反而会被视为是工业，只因为他整间公司是生产工业用品的，好，工业的这个 product 这样子。好，那你会发现，如果他今天考你的是这样的一句话的话，好，或者考你整个作者的态度的话，作者的这个想法的话，作者的论点的话，他可以去针对这个地方全部里面的各个资讯出题，对不对？他可以去抓这一句改写选项，抓这一句改写选项，问你何者为真，对不对？或者问你推论。可你看，如果他今天要问你关于 bookkeeper 好跟 janitor 何者为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就很难出题了？为什么？他这边的作者提到 bookkeeper 跟 janitor， 他只是为了要干嘛？举例说明说，在工业里面，好，还有一些不是做实际工作内容，不跟工业没有相关的，是比方跟服务业相关的这个资讯的这个职位这样子。所以今天其实呢，他根本没办法考你关于 bookkeeper 跟关于 janitor 何者为真，对不对？他就只能怎么考？只能考你说，请问你看不看得出来这个地方的关联性？看不看得出来这个作用？所以他就怎么考你？他说作者提到这个地方的作用是什么？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知道是在考试的时候看到例子，看到就是证据，看到实验，你完全不用怕。为什么？你看不懂的情况下，或者例子太长的情况下，你就告诉你自己一件事情，我就去理解它的作用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刻意的纠结，我一定要看懂这个字，看懂这个字，我只要知道作者提到这边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可以了。OK， 因为题目不会去考你细节资讯，它也没有细节资讯了，所以你不要乱想说他会考你细节题，然后去把这个字狠狠的背下来，不需要。你只要知道 OK， 作者在这边提到这两个人，他的目的是干嘛？是在举例说明哪些产业里面这个实际的工作跟什么跟他们的最终产品其实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就好了，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4种。好，第4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文章里面有出现让步的时候，尽管怎么样但是却怎么样。好，那或者是今天是说诚然怎么样，虽然我同意你什么，但是我不同意你什么，这种语气，好，我们称之为让步语气。 OK， 好，来各位，让步语气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文末延伸段，常常会出现所谓的这种局限。OK， 局限让步，尽管我前面讲的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OK， 或者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特殊态度里面有一种叫防御语气。好，防御语气就是什么？就是说今天对手有反驳，
然后呢，今天原本的这个作者又回来去驳回这个反驳，去防御自己原本的论点。好，这两种态度是最可能会出现让步句型的。就是虽然我前面讲的很好，但是呢，好，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小小的东西，或者是虽然今天反对者你讲的一些东西是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仍然认为你的反驳是你的那个就是攻击是没有道理的。好，当让步语气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去小心，它会考你作用题或态度题。为什么？GMAT 的考试考作用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喜欢去针对那种好特殊态度来考。什么叫特殊态度？就是所谓的不是完全的正，也不是完全的反，而是可能中间带有妥协或不确定。OK， 这种就是模模糊糊、暧暧昧昧的语气，他就特别喜欢去考你是否能够辨认这种精准的态度。OK， 好，所以文章里有让步的时候呢，就会特别喜欢考你作用题这样子。OK， 特别喜欢考你是作者在这边为什么要去好部分同意对方，部分反对对方，或者还会问你说作者跟对方都同意什么想法。作者跟对方好哪一个想法出现了分歧，或他会不同意对方哪一个想法这样子。好，所以呢，考试的时候，如果看到像这种让步句的话，好，我们速度要变慢，边看边想，这个地方作者为什么要跟对方妥协？他妥协的目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OK， 好，来，那再来呢？第五种是什么？第五种叫做所谓的结论，好，就是文末收结论。注意哦，这个结论不是指的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核心表态句哦。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核心表态句是指任何一个立场，它可能讲了好几句话，它里面收的小结论，这个地方叫大结论。什么意思？它就是我们之前讲延伸段的时候讲到，有些文章它大部分的文章是文章尾巴不会收尾的，但有一些文章是文章尾巴作者会刻意的收尾下结论，这个结论会跟文章一开始的主题是什么？是前后呼应的这样子。OK， 如果你发现文章的尾巴出现这种作者主动下结论跟前面前后呼应的时候，这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结论也是主旨题的什么？主旨题的这个重点出题数这样子。OK， 好，像比如说这篇文章，你可以看到它大概讲的是什么？讲说 GDP 这个方法，它是用来计算国家经济体量的方法。OK， 然后跟你讲说 GDP 这个方法是怎么计算的？好，所以用这个实际的价值、货币价值做计算，叭叭叭叭叭。然后呢，作者第一个表态的地方，这是叫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author。第一个表态的地方是认为 GDP 这样的计算，好是会忽略掉一些东西的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呢，继续讲到最后，作者你可以看到他突然下了一个结论，去呼应这篇文章前面讲 GDP 的问题。好，对文章前面做前后呼应。OK， 他最后说什么？好，就是简短来说，就是 GDP 的这个方法，好，计算方法。就是什么？就好像是一个只加不减的方法。OK， 就是你只会计算正价值，不计算负价值，所以有扭曲这样子。OK， 好，你看这个 ensure 它的语气很明显，就是在文章尾巴想要去概括的收尾下一个结论。好，那只要你发现文章的尾巴出现了这种就是什么前后呼应，作者要收尾的语气的时候，它跟什么？它跟这个就是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两个合在一起，就会是什么？就会是主旨题的答案的这样子。好，所以你一样就是什么？看文章的时候，看到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当然要慢慢看，然后边看边想，如果好我 primary purpose 之后我要怎么回答？然后等到看到文章尾巴，突然发现作者有尝试要收尾的时候，速度也要变慢，边看边想，这句话跟我刚刚读到的作者一开始的态度合在一起，我要怎么样去推出主旨题的答案 ？OK， 在这边可能就是什么？在这边先看到的时候会想说，哦，作者的这篇文章如果要问我主旨题的话，大概是指的是说，哦，作者认为 GDP 不好，因为他忽略某些事物。好，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地方告诉我，他可能作者的主旨可能是说，作者认为 GDP 不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可能今天他只有加没有减，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应该是什么？就是讲述 GDP 的两个缺点。OK， 所以你看，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后面组看到这个选项的时候，他说什么？去检验 GDP 作为经济评量的数个缺点，你就会马上知道 OK 这个地方是可以当答案的这样子。好，来我们现在来很快的复习一下。好，就是第一个就叫什么？每一个态度，每一个立场，不管是某个学者的论点或某个学者的评论，它可能有好几句话，但是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小结论。这个小结论看到的时候速度要慢 ，OK 哦，好，要
边慢边想他会考什么，他可能考我作用跟态度题。如果考到这种题目的话，我的答案会是什么？不要等到看到题目，好，要先去预想我要怎么回答，然后最后才是把正确选项跟它拿来对照。好，当然我们后面也要比照处理。第二种是文章里面作者第一个出现主动表态的地方，这边会考你主旨题 ，OK。第三个是什么？文章里面出现了这种例子或者是证据或者是实验，甚至是调查、观察、finding 这些东西，它拿来佐证或拿来就是当 counter evidence 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它可能会考作用题，它如果考作用题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回答这样子 ，OK。好，第四种是什么？文章在里面出现的让步句型，好，让步的语气，好，尤其是局限段或者是什么就是原论点的这个持有者出来反驳驳回对方的这个批评，叫防御段。好，我们要去想为什么今天这边要让步，它的目的真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好，请注意让步句的真正的目的会在外面这个主要句，而不是前面这个 although 里面的句子。比如说，尽管我不同意某些地方，但是我仍然认同你大部分的地方。其实真正重点是在后面那个我仍然认同你大部分的地方这样子。OK， 那第五种是什么？第五种就是所谓的文章的前后呼应，最后在收尾要呼应前面的时候，好，下结论，作者主动下结论的时候，这个地方跟刚刚讲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会合在一起，成为主旨题的这个选项所改写的来源，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抓这些东西呢？很简单，就是什么？要去做到考试的时候能够知道哪里该放慢速度。预先思考，预先回答，我们才能有备无患。好，所以还在让我最后重新提醒大家一次，要怎么样去做训练。第一个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要知道在哪里该放慢速度。第二个是什么？放慢速度的时候，你也不能只是单纯读过，你要预先思考怎么样会考什么题型。OK。第三个就是你知道会考什么题型之后，你知道面试官会问什么之后，你要预先思考我的申论，就是把题目当作申论题，不要当选择题。好，我自己的回答会是什么，并且把它 record 下来。OK， 好，不管是写下来或者是用录音录下来都可以。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好，就是把你的这个申论跟最后的这个 official answer 如果有考出来的话去做对照，抓出自己的盲点，然后呢，考试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备无患这样子。OK， 好。那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些都只是高频，就是说过去的总结归纳里面，我们从3000多篇的基金跟这个数百篇的官方的题组里面所归纳出来的高频出题点，但它并不是必然出题点，所以你仍然要去加强自己的这个好文章架构的能力，好抓取能力。跟什么？跟整篇文章的这个阅读的理解力，你才能够去面对所有的态度题跟作用题都能够如鱼得水这样子。好，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学技巧，然后呢不学实力这样子。OK， 好，我们这边只是讲的是考试实战中你用得到的，你可以主动去观察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去把自己的能力加强起来，就是阅读能力的增强这样子。OK， 好，那我跟大家提示一下。下一次的这个主题就会回到了 SC 身上，同时也会公布第13、第14、第15集的主题预告。OK， 好，下一次的主题回到了这个句子修正题身上，我们要讲的是大家最可怕的假设语气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时态？我是要留在现在呢，还是要退回过去呢？还是要退回过去完成呢 ？OK， 好，这个地方我会讲说要如何用语义来轻松的判断这样子。OK， 好，那同样的各位就是也希望各位。闲暇之余能够关注到Dustin的这个部落格，以及Dustin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好，我们都会就是定期的更新最新的解题观念，跟关于 GMAT 准备考试各个阶段的这个就是有用的价值的资讯。好，这边全部都是免费的这样子。OK， 好，谢谢你的收看。好，那我是Dustin，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